小猪倌儿。从前，在一个遥远的地方，住着一个穷女人。她有一个儿子，她的儿子能胜任的工作只有放猪。无论他妈妈尝试让他干什么，结果都一样。那个孩子什么都干不好，就算把他变成天使也不管用。他注定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孩子。有一天，这个没用的小猪倌听说国王在给公主招亲，条件是谁能躲起来不让公主找到，公主就嫁给他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小猪倌，是该大显身手的时候了，动点脑子，你就会有所收获的。”于是他收拾行装，让妈妈帮他准备了一袋子干粮，他披上了斗篷就上路了。他走啊走，披荆斩棘，穿山越岭，但还是没有找到国王的城堡。他走了1个星期，带的干粮都吃完了，但还是没有看到任何东西。天干地燥，他嗓子都渴得冒烟了。他走到了一处水井旁，井边停着2只鸽子。听着，白鸽子，我现在就要把你们吃掉，因为我快饿死了。别吃我们，小猪倌，你帮我们打桶水吧，我们口渴了，好心会有好报的。2只鸽子不断地央求他不要吃它们。他走到了井边，给他们打了1桶水，自己也喝了个饱。随后他继续上路了。他已经不口渴了，但是肚子还是饿得咕咕叫。就在他到处流浪时，他遇到了一只瘸腿的狐狸。听着，瘸狐狸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把你吃了。瘸狐狸哀求他不要吃了他。好人有好报的，小猪倌，以后我会帮你的。小猪倌已经饿得眼冒金星了，但他没有伤害狐狸。小猪倌踉踉跄跄地继续赶路，他累得东倒西歪。他想，他可能到不了城堡了。他从远处看到了一片大湖，他来到岸边，看到湖边的水里有一条小鱼在挣扎，他马上把鱼抓起来放到了嘴边。别吃我，别吃我，小猪倌，我会回报你的。小猪倌看了看鱼，小鱼很漂亮，鱼鳞闪闪发光，他一下子很怜悯它，就把它放回了水里。小猪倌已经后悔上路了，但就算天崩地裂，他也不会回头。他继续走，又找到一口井，井上面有2只鸽子。听着，你们别让我发疯了，我不管怎么样也要吃了你们。鸽子们苦苦哀求，最后他还是没有伤害它们，而是提了1桶水给他们喝。他自己也喝了1大桶水，然后继续上路。他想，自己到不了城堡了，因为他快饿死了。最后他终于走到了城堡。国王站在城堡大门前。你是怎么到这里的，小猪倌？小猪倌告诉他，他听说只要谁躲起来让公主找不到，国王就把公主嫁给他，所以他就过来试一试。好的，小伙子，但是你可看到木桩上挂着的那99个人头了吗？如果你不能藏好，你就会是第100个。小猪倌没有被吓倒，而是坚定地回答说：“我会想办法的。”第2天早上，国王过来了，他让小猪倌趁公主没起床，赶快躲起来。小猪倌赶快做准备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他第一次遇到的那2只鸽子。他打开窗，鸽子们对他说：“快过来，我们马上带你走。”鸽子们倏的一下，像风一样把他带到了太阳后面。
公主梳妆打扮好，下楼走到花园里，她摘下了一朵最美丽的玫瑰，然后踮起脚转了一圈，说：“出来吧，小猪倌，你躲在太阳后面。”小猪倌又恼火又害怕，但他能做什么呢？只能从太阳后面跑了出来。第二天早晨，小猪倌起床，看到窗边瘸腿狐狸过来了，他等着带他去地球的另一边。公主跑到了花园里，摘下最美丽的玫瑰，踮起脚转了一圈，说：“出来吧，小猪倌，你在地球的另一边。”小猪倌无奈地跑了出来。他到湖边找到了小鱼，小鱼把他带到了湖底的一个角落。这里用眼睛都看不到，你躲在这里吧。但是公主下楼来到花园，摘下最美丽的玫瑰，踮起脚转了一圈，又把小猪倌从湖底叫了回来。哎，我完了，第100个木桩是为我准备的。小猪倌自言自语。他躺了下来，想睡觉，但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，就是睡不着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在窗口看到2只白鸽子，一只很快飞走了，另一只停在了窗边。快过来，你和我都各自变成一朵美丽的玫瑰花。就这样，他们变成了玫瑰花。到了上午，花园里所有的花都在争奇斗艳。公主来到花园时，她还是寻找最美丽的玫瑰，但这次她找了2朵同样美丽的花朵。她把2朵花都摘了下来，别在胸口。她踮起脚转了一圈，但没有找到小猪倌，再转一圈还是没找到。父王，我没有找到小猪倌，这次他躲得让我找不着了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？你再踮起脚转一圈试试。公主第3次转圈，但不管是转多少圈，还是找不到小猪倌。这时，她胸前别着的一朵玫瑰花变成鸽子飞走了，另一朵玫瑰花变回了小猪倌。公主看着在她身前出现的小猪倌，瞪大了眼睛。我的心肝，我的爱人，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，我们永远不分离。他们相互拥抱，相互亲吻，像极了花树里扎在一起的鲜花。然后他们举行了婚宴，成为了幸福的一对儿。